这次是爸爸，大手狠狠拽住了我的头发，将我粗暴地从地上提起来。陈碎碎，你这条贱命，从你被扔在福利院门口那天起就不值钱了，一个被亲生父母都不要的玩意儿，一个迟早饿死、冻死、病死在孤儿院的废物。是我们陈家可怜你，把你从那个鬼地方捞出来，给你吃，给你穿。从把你领回来那天起，你的存在就是为了让安安活下去。现在安安需要你的心脏，这就是你的命，是你欠我们陈家的。我躺在地上，全身血液冻结。原来是这样，只是因为我欠你们而已。那我还你们。我轻轻笑了一下，慢慢撑着地面，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医生，我自愿手术，现在可以吗？爸爸哼了一声，骂我早该如此，磨磨蹭蹭，耽误安安姐姐的病情。我进了手术室，麻药从手背的静脉一点一点蔓延开来，顺着血管流向四肢百骸。医生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我费力地转过头，看向手术室那扇小小的观察窗，窗玻璃后面隐隐绰绰站着两个人影，是爸爸和妈妈。我每许一个愿，妈妈就会从我身上取走一样东西。6岁许愿看烟花，抽走了骨髓；7岁许愿要洋娃娃，摘走了一颗肾脏；8岁许愿吃蛋糕，割去了一叶肝脏。3年前12月的最后一天，妈妈牵着5岁的我走出了福利院，她给我取名碎碎。妈妈说我还有一个姐姐叫安安，我的生日是元旦节，这象征着新生，以后每年生日我都要许一个愿望，许愿意味着新的开始，是件充满希望的事。我用力点头，牙齿冻得打颤。那时的我不明白，今年我10岁，妈妈在烛光中温柔地看着我，让我许愿。烛光摇曳中，我闭上眼睛。今年我唯一的愿望是，希望我活过今年。窗外的烟花在妈妈温柔的眼底跳动，她轻声问我今年许了什么愿望。我看着她的眼睛，那里有我渴望了一整年的暖意。我小心地靠近一些，轻声说我许了一个愿望，希望妈妈永远爱我。妈妈的表情凝滞了一瞬，然后她张开手臂，一把将我拥进怀里。那个拥抱很紧，紧得我几乎喘不过气。她身上有淡淡的香水味，我的脸颊贴在她柔软的毛衣上，眼眶一下子热了。傻孩子，妈妈的声音从头顶传来，带着笑意。妈妈当然爱你，只要你乖乖的，只要姐姐安安能活下来，妈妈就会永远爱你。我用力点头，眼泪蹭在她的毛衣上。妈妈每年只会在我许愿的时候拥抱我，所以这是我等了整整1年的拥抱。从去年元旦到今天，我伸出瘦小的胳膊，想要回抱她时，妈妈却先松开了手。她双手捧着我的脸，拇指擦掉我脸上的泪。碎碎真懂事，那妈妈满足你的愿望，你也满足妈妈的愿望，再帮姐姐一次，好不好？我点点头，每一次都是这样，我已经习惯了。妈妈说姐姐的心脏越来越不好了，妈妈的声音依旧温柔。医生说需要一颗健康的心脏。碎碎，你愿意把你的心脏给姐姐吗？明天妈妈带你去医院做配型检查，如果配上了，姐姐就能活下来了。碎碎也希望姐姐活下去，对不对？我看着她期待的眼睛，看着她嘴角温柔的笑，我答应了。妈妈的笑容一下子明亮起来，她又一次抱住我，这次很轻很快，就知道碎碎最乖了。她起身去切蛋糕时，客厅的门突然被推开，姐姐安安裹着厚厚的羽绒服走进来，脸颊被寒风吹得通红，眼睛却亮晶晶的。姐姐想要去广场参加倒计时活动，还可以去看烟花秀。妈妈立刻放下蛋糕刀，走到姐姐面前，帮她拍掉肩上的雪花。好宝贝，慢点说，别呛着风，外面这么冷，等做完手术再去好吗？姐姐拉住妈妈的手晃了晃，撒娇要去。1年就这一次，而且医生说我现在状态稳定。妈妈回头看了我一眼，又看看满脸期待的姐姐，那一眼很短，短的我来不及读懂里面的情绪。好好好，但只能待一会儿，不能累着。妈妈的语气中是我从未听过的宠溺，然后她转向我，嘱咐我早点休息，明天好去医院做配型。我张了张嘴，想说我也想看烟花，我想看一场真正的烟花。6岁那年许愿时，妈妈答应过我的，我还记得那时候妈妈笑着答应，说等姐姐做完手术就带我去。结果我在手术台上捐出了骨髓后，妈妈只是摸着我的头说烟花下次再看，姐姐等不及了。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妈妈已经牵着姐姐走到了门口，头也不回。临走前只是嘱咐我，碎碎，吃完蛋糕就不要吃东西了，明天要空腹。门关上了，我站在原地，手里还拿着妈妈刚才递给我的那块蛋糕。客厅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只剩下电视里晚会节目的喧闹声，主持人在兴奋地倒数，还有10分钟，新的1年就要来了。我端着蛋糕慢慢走回自己的小房间，储物间没有窗户，我坐在小床上，小口小口地吃着蛋糕，很甜，甜得发苦。我忽然想起7岁那年捐肾手术后的那个夜晚，麻药退了，伤口疼得像有火在烧，我哭着喊妈妈。护士进来看了看，说妈妈在姐姐病房里，姐姐做了噩梦。那晚我数着天花板的裂缝，数到第327条时，天亮了。8岁肝脏手术后，我吐得昏天黑地。妈妈来病房看了一眼，皱着眉头对护士说：“怎么反应这么大？不会影响肝脏质量吧？”她没问我疼不疼，没问我怕不怕，她只关心那个已经不在我身体里的器官，好不好？蛋糕很快吃完，胃里却传来更尖锐的空虚和疼痛。从下午到现在，我只吃了这一小块蛋糕。妈妈说要空腹，可没人告诉我空腹会这么难受。腹部的旧伤开始隐隐作痛。自从被摘了肾脏后，我每晚都疼得睡不着。客厅灯光已经暗了，李阿姨大概在收拾完厨房后也回房休息了。整栋房子静悄悄的，只有我肚子里咕噜噜的响声，还有远处庆祝新年的零星鞭炮声。我忍了又忍，最终还是轻轻推开储物间的门。厨房里应该还有吃的，哪怕是一片面包也好。冰箱有一碗看起来就很好喝的汤，我咽了咽口水。碎碎，李阿姨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吓得一哆嗦，
碗差点脱手。你饿了吗？李阿姨走过来看了看我，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可是太太特别交代过，你明天要抽血，必须空腹。我小声哀求我只喝一口汤，肚子又传来一阵响亮的咕噜声。阿姨，我好饿，肚子疼。李阿姨犹豫了，她看了看墙上的钟，又看了看我苍白的小脸和捂住肚子的手，终于叹了口气，那就一小口，真的只能一小口，不然太太知道了，我要挨骂的。她从冰箱里端出那碗汤，倒了一小勺在杯子里，用微波炉加热。那几十秒里，浓郁的香气飘出来，我的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疼得我弯下腰。李阿姨端着碗，让我慢点喝。温热的汤汁流进喉咙的瞬间，我几乎要哭出来，太饿了。到每一口温热都像是救赎。我捧着杯子，小口小口的啜饮，生怕喝得太快就没了。就在这时，玄关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爸爸妈妈带着姐姐回来了。姐姐被爸爸抱在怀里，小脸埋在爸爸肩头，发出均匀的呼吸声。妈妈跟在后面，手里拎着姐姐的小背包。他们看见站在厨房里的我和我手里捧着的杯子时，那笑意瞬间凝固了。碎碎，我不是说过要空腹吗？妈妈几步冲过来，一把夺过我手里的杯子。姐姐被这动静惊醒了，她睁开眼，看到妈妈怒气冲冲的脸，下意识地往爸爸怀里缩了缩。我看着她，眼泪不受控制地涌上来。妈妈，我真的好饿，肚子好痛。我指着腹部肾脏缺失的那一侧，那里因为饥饿和寒冷正一抽一抽的疼。你痛什么痛？你就是故意的，是不是不想给姐姐捐心脏，所以故意吃东西？不是的，妈妈，我真的饿。我哭出声，想去拉她的袖子。爸爸皱着眉，抱着姐姐转身就往主卧走。亲亲，先哄安安睡觉，别吓着孩子。妈妈的手指几乎戳到我的鼻尖。陈碎碎，我是不是告诉过你，只要你乖乖的，妈妈就爱你？你是不是答应的好好的，要把心脏给姐姐？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不断的说着我愿意捐心脏，只求妈妈不要生气。可妈妈根本不听我的解释，你就是个撒谎精，你就是不想救姐姐，我白养你了。她抓住我的胳膊，力道大的几乎要捏碎我的骨头，拖着我往储物间走。熟悉的恐惧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我，她要抛弃我了。就像当年福利院的阿姨说的那样，不听话的孩子最后都会被丢掉。妈妈把我狠狠推进储物间，我踉跄着摔倒在地上，钻心的疼。你这个自私的白眼狼，你就待在这里好好反省。储物间的门重重合上，熟悉的黑暗将我笼罩，我蜷缩在冰冷的墙角，胃里空洞洞的疼，饥饿从内里开始啃噬身体，让我浑身发冷颤抖。更糟糕的是痒，我忍不住伸手去抓，指甲划过皮肤，留下一道道红痕，可越抓越痒，痒得钻心，痒得我几乎想在地上打滚。不要饿了，妈妈都不要我了。我喃喃自语，手指用力抠进皮肤里，移植心脏就好了，抓干净妈妈就会回来了。指甲划破表皮，温热的液体渗出来，疼痛终于盖过了瘙痒。黑暗剥夺了视觉，却让其他感官异常敏锐。我能听见自己粗重的呼吸，能闻见空气里饺子里的香甜。元旦节，家家户户都在吃饺子吧？我也好想吃。意识逐渐模糊，我又看见了那个女人。大雪纷飞的夜晚，她穿着单薄的棉衣，怀里抱着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孩子。我看不清她的脸，只记得她一直在哭，肩膀抖得厉害。她把孩子放在冰冷的台阶上，转身就走。孩子哭喊着，伸出小手，不断地喊着妈妈。那是我，1岁还是2岁的我。女人脚步顿了一下，却没有回头。雪花落在她头上，很快把她变成一个白色的影子。妈妈带我走，我会乖的，不要丢下我，求求你，不要丢下我。我哭着追出去，可她的背影越来越小，最后彻底消失在街角的风雪里。我跪在雪地里，哭到喉咙嘶哑，哭到全身僵硬，直到福利院的阿姨出来，把我像捡垃圾一样拖回去，扔进那间没有窗户的小黑屋。哭什么哭？你妈不要你了，再哭也没用。锁门的声音和今晚一模一样。不要，妈妈，别不要我。我在梦中啜泣着醒来，脸上湿漉漉的，分不清是冷汗还是眼泪。天亮了，我挣扎着爬起身，抓破的伤口结了薄痂，一动就撕裂般的疼。我扶着墙，慢慢挪到门边，轻轻推开一条缝。客厅里灯火通明，餐桌上摆着一大盘白白胖胖的饺子。姐姐安安坐在她的专属高背椅上，面前的小碗里盛着几个饺子。妈妈正夹起一个，小心的吹凉，递到姐姐嘴边。来，安安，张嘴，这是福气饺子，吃了新的一年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姐姐乖乖张嘴，咬了一口，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好吃，好吃就多吃点。爸爸坐在旁边，笑着给姐姐倒了一杯温牛奶。今天元旦，咱们安安要多吃点福气。我的目光死死定在那盘饺子上，太饿了，饿得眼前发黑。我忘了疼痛，忘了昨晚的惩罚，眼里只剩下食物。碎碎，爸爸先看见了我，愣了一下。妈妈和姐姐也同时转过头看向我，但此刻我什么也顾不上了，我的全部注意力都在姐姐碗边那个掉出来的饺子上。指尖还没碰到，姐姐想护住自己的碗，胳膊不小心撞到了我的手。我本就虚弱，被她一碰，我一头栽倒，把餐桌砸了个稀巴烂。然后姐姐哇的一声大哭起来，眼泪瞬间涌出。我的饺子，我的福气饺子没了。妈妈的脸色变得铁青，猛地站起身，一个重重的耳光就扇在了我的脸上。我的头被打得偏向一边，耳朵里嗡嗡作响，半边脸火辣辣的麻木。陈碎碎，你是不是故意的？你看不得姐姐好是不是？连姐姐的福气饺子你都要抢！我哭着摇头，五脏六腑都因为恐惧而揪紧。我好饿，我想救姐姐的，我会把心脏给姐姐的，让我吃点吧。妈妈忽然冷笑一声，拽着我往门口走，要立马带我去医院。
他还说早点把手术做了，省得我在家里碍眼，整天想着害姐姐。寒冷的晨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我穿着单薄的睡衣，被妈妈塞进了车里。车子开往医院，我被带进一个很亮的房间，穿着白大褂的医生看看满身是伤的我，眉头紧紧皱起。陈总，夫人，这孩子看上去最多10岁，身体损耗也很严重，真的要现在做心脏配型？孩子他愿意吗？有问过孩子的意见吗？妈妈满脸戾气，直接替我做了肯定的回答。我不知从哪生出了力气，扑通跪在妈妈面前，眼泪汹涌。爸爸妈妈，我想吃福气饺子，我想妈妈叫我宝贝，我想妈妈爱我，我也想活过今年。我哭得浑身颤抖，几乎窒息。病房瞬间安静，姐姐被我吓到，猛地缩进妈妈怀里，剧烈咳嗽，问我是不是不想给她心脏了。姐姐说都是因为我，她才会一直生病，一直在做手术，是不是我把病气过给她了？对了，她今年抢了我的福气饺子，现在她还要抢走我的爸爸妈妈。抢走！我猛地抬头，失去理智般嘶喊，眼泪混着脸上的血痕往下淌。那谁抢走了我脊椎里抽出来的东西？谁拿走了我的肾脏？谁在从我肚子里抢走了肝脏？我的身体，我的器官，我的人生，难道就不是命吗？从我来这里，我就一直在失去，一直在疼。我什么都没抢过，我什么都给你们了。又一记耳光，比刚才更重更狠，我的小脸高高的肿起。这次是爸爸大手狠狠拽住了我的头发，将我粗暴地从地上提起来。陈碎碎，你这条贱命，从你被扔在福利院门口那天起就不值钱了，一个被亲生父母都不要的玩意儿，一个迟早饿死、冻死、病死在孤儿院的废物。是我们陈家可怜你，把你从那个鬼地方捞出来，给你吃，给你穿。从把你领回来那天起，你的存在就是为了让安安活下去。现在安安需要你的心脏，这就是你的命，是你欠我们陈家的。我躺在地上，全身血液冻结。原来是这样，只是因为我欠你们而已。那我还你们。我轻轻笑了一下，慢慢撑着地面，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医生，我自愿手术，现在可以吗？爸爸哼了一声，骂我早该如此，磨磨蹭蹭，耽误安安姐姐的病情。我进了手术室，麻药从手背的静脉一点一点蔓延开来，顺着血管流向四肢百骸。医生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我费力地转过头，看向手术室那扇小小的观察窗，窗玻璃后面隐隐绰绰站着2个人影，是爸爸和妈妈。他们并肩站着，目光聚焦在我身旁另一个手术台上的姐姐身上。妈妈双手合十抵在下巴前，像是在祈祷。爸爸的手揽着她的肩，嘴唇紧抿。自始至终，他们没有看我一眼，哪怕一眼都没有。麻药的效力越来越强，意识开始模糊。我最后看到的画面是妈妈俯身贴近观察窗，对着里面的医生用力点头，口型似乎在说拜托了。然后她转身和爸爸一起走向隔壁姐姐的观察室，他们的背影和记忆中血液那个离去的影子，在这一刻彻底重叠。我闭上眼睛，任由黑暗彻底将我笼罩。妈妈，爸爸，你们要的我都还给你们，骨髓、肾脏、肝脏，还有这颗心。这一次我们终于两清了，我再也不欠你们了。不知过了多久，门再次被打开，手术室外，爸爸妈妈见医生一出来就围了上去。主刀医生点点头，手术很成功，几乎没有排异现象。这种情况在非血缘关系的移植中极为罕见，通常只有直系血亲才可能出现如此完美的组织相容性。空气骤然凝固，爸爸哑着嗓子开口：直系血亲。这4个字狠狠扎进爸爸妈妈骤然停止跳动的心脏。从医学角度看，是的。医生翻动着手中的报告，语气肯定。术前 HLA 配型达到惊人的高匹配，术后几乎没有排异反应，心脏功能恢复速度超长，这些迹象都强烈指向血缘关系，而且是极近的血缘关系。他抬起头，推了推眼镜，说实话，我做器官移植20年，这种程度的相容性，只在同卵双胞胎或父母子女间见过。你们当初办理领养时，福利院没提供孩子的详细身世信息吗？妈妈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她的手指死死扣住丈夫的手臂，浑身筛糠般颤抖起来。爸爸比她稍好一些，至少还能维持表面的镇定，尽管他的嘴唇已经失去了所有血色。他喉咙干涩地滚动了一下，声音沙哑的可怕。医生，会不会是错了？碎碎她是我们从城南福利院正规领养的，手续齐全。她亲生父母据说是外地务工人员，孩子太多养不起才。DNA 不会说谎。医生打断他，神情严肃起来。如果你们有疑虑，可以现在加急做一个亲子鉴定，但我以专业角度告诉你们，手术台上的表现就是最直接的生物证据。他顿了顿，看着夫妻2人魂飞魄散的模样，终于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了什么。当然，也可能是极其罕见的基因巧合。不过，走廊陷入死寂，只有远处护士站的呼叫铃在响，一下一下又一下，仿佛敲在人的神经上。周青松开丈夫的手臂，踉跄着后退2步，脊背重重撞在冰冷的墙壁上。那瞬间，一些被他刻意遗忘的碎片，在这一刻被狂风暴雨的真相掀翻，劈头盖脸砸向他。15年前，新婚不久的他和陈文远经营的小工厂面临倒闭，负债累累。12年前，大女儿安安出生，全家欢天喜地。10年前，安安3岁，确诊先天性心脏病，手术费像一座大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9年前，她再次怀孕，孕期艰辛，却还每天打3份工筹钱。8年前，2女儿出生，看着怀里健康红润的婴儿，再看看病床上脸色青紫的安安，一个念头在无数个夜晚里无限滋生蔓延。7年前，安安病情恶化，医生下了最后通牒，他和陈文远在破旧的出租屋里相对无言，桌上摆着借遍全村也凑不够的欠条。陈文远抽完最后一根烟，声音嘶哑，眼睛布满血丝。送了吧，
找一家爱他的家人。他当时是怎么反应的？哭闹，还是沉默的给那个才1岁多刚会摇摇晃晃走路的女儿换上了唯一一套没有补丁的衣服。他记得那天也下着雪，他把孩子裹得严严实实，怀里揣着2个热乎乎的馒头，走到了福利院。孩子在他怀里睡得正香，小脸红扑扑的，他甚至没敢看孩子最后一眼，转身就跑，好像后面有恶鬼在追。风雪很大，很快淹没了他的哭声，也淹没了那个被他亲手卖掉的，连名字都还没来得及认真取的小女儿。后来呢？后来他们用那笔钱加上东拼西凑，终于让安安做了第1次手术，暂时保住了命。再后来，他们咬着牙重新开始，从小摊贩做起，吃了无数苦，竟然真的东山再起，生意越做越大，成了人人羡慕的陈总、陈太太，有钱了，可以给安安最好的药、最好的医生了。可安安的心脏却越来越差，需要移植。他们去福利院挑选合适的供体，他们看中了那个女孩，5岁，健康、安静，眼神怯生生的。办领养手续时，他们特意问过孩子的来历，院长说孩子是2-3年前被人在福利院门口发现的，裹着就毯子，身上没有任何身份信息，大概也是被穷人家丢弃的女婴。他们放心了，一个毫无背景的孤儿最好掌控。他们给他取名岁岁，寓意岁岁平安，却从没有真正给过他平安。带他回家，告诉他以后每年元旦生日都要许愿，许愿意味着新生。他们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看着他越来越清晰的眉眼。周青一直觉得岁岁有些眼熟，但从未深想，这些年他们用他的骨髓、肾脏、肝脏一次次延续安安的生命，却从未想过这个沉默的孩子也是他们血脉相连的女儿。他怎么可能把眼前这个用来给安安续命的工具和当年那个被他亲手卖掉的亲生骨肉联系起来？直到此刻，直到医生说出直系血亲，不可能，不会的。周青终于发出了声音，他双手死死抱住头，指甲抓扯着头皮。那不是我的孩子，我卖掉的不是他，不是。青青，陈文远低吼一声，试图抓住妻子，却被他猛地推开。周青像疯了一样冲向手术室的方向，却被紧闭的大门挡在外面。他扑在门上，透过小小的观察窗，死死盯着里面那张苍白如纸的小脸。这一次他看得无比清晰，这是他的女儿，明明长着同一张脸，为什么没认出来呢？是不敢认吗？加急的 DNA 检测以最快的速度进行，3个小时后，冰冷的报告送到了陈文远手中，白纸黑字，残忍的宣告：陈岁岁与陈文远、周青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报告从陈文远颤抖的手中滑落，飘在地上。周青已经哭晕过去1次，被护士扶到旁边的休息室。陈文远缓缓蹲下身，捡起那张纸，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烙铁，烫在他的眼球上，烫进他的脑髓里。他想起了很多事，很多，想起岁岁刚来时小心翼翼叫他爸爸时眼中的期待，想起他每次手术前总是乖巧地说我愿意，想起他被关进储物室后那细若文瑞的妈妈别不要我，想起今天早上他跪在地上哭着说我也想活过今年。陈先生，不知过了多久，主治医生再次出现，脸色凝重。陈岁岁小姐的情况不太乐观。陈文远猛地抬起头，木木地听着手术医生的话。移植手术本身是成功的，但她的身体太虚弱了，多次大手术时长期营养不良，各器官功能储备严重不足。这次心脏移植对她本就衰竭的身体是又一次巨大打击。目前她的生命体征虽然暂时稳定，但基础太差，后续出现感染、多器官衰竭的风险非常高。而且这颗移植的心脏不好，这颗心脏维持不了太久，几个月就会出现排斥或功能衰退。陈文远站在那里，全身的血液都在一瞬间冻住了。几个月，他们刚刚发现这是他们亲手卖掉又亲手毁掉的亲生女儿，他们还没来得及忏悔，还没来得及弥补，甚至还没来得及听他再叫一声爸爸妈妈，就要再次失去他。陈文远踉跄着后退2步，后背撞在墙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他抬手捂住脸，指缝间渗出湿润的痕迹。走廊的灯光白得刺眼，照得他手背上那道因常年应酬而留下的疤痕格外清晰。那是岁岁5岁时他喝醉后打翻酒瓶划伤的。当时孩子跪在地上，用小手捧着他流血的手，眼泪啪嗒啪嗒掉在他手背上，却不敢哭出声。不能！陈文远摇着头，像困兽一样在走廊里来回走了几步，猩红的眼睛盯住医生，一定有办法，用最好的药，多少钱都可以，必须救他。陈先生，这不是钱的问题。医生无奈摇头，是身体底子已经垮了，就像一座地基被掏空的房子，无论上面盖得多漂亮，一阵大风就可能。陈文远突然打断他，如果再换一次心呢？换一颗更健康的心脏呢？医生愣住了，像看疯子一样看着他。可是现在哪里能这么快就找到适配又健康的心脏？陈文远缓缓转回头，看向医生，一字一顿，声音轻得像耳语，却重如千钧。有的，现在就有。周青听清楚事情的全貌，也站起身，走到丈夫身边。现在就有一颗完全健康、高度匹配，并且能确保自愿捐赠的心脏呢？医生瞳孔骤缩，瞬间明白了他的暗示，脸色刷得变得惨白。不止1颗，是2颗。我和他妈妈欠着孩子1条命，不是好几条命，现在该还了。陈文远和周青不再看医生惊骇的表情，转身朝着休息室走去。他和周青对视一眼时，彼此眼中那心照不宣的决心已经说明了一切。他们还有2颗健康的心脏，总有1颗可以还给他。我睡了很久很久，再次睁开眼时，却觉得一切都变了。我的心脏不是我的了，可为什么它这么有力，这么熟悉，仿佛生来就该与我适配一样？爸爸妈妈也变了，他们好像爱我了。周青几乎住在了医院，他守在我床边，眼睛总是红肿的。岁岁，
你看，这是你小时候最喜欢的兔子玩偶，妈妈找了好久才找到同款。她捧着一个褪色的旧玩偶，小心翼翼地递到我面前。还有这个，你周岁时抓周抓到的算盘，妈妈一直留着。这套裙子是你出生时外婆买的，你一次都没穿过，真奇怪。我不是他们的女儿，为什么会有我出生时候的事情呢？我靠在床头，静静地看着她表演，胸腔里的心脏平稳跳动，咚咚咚。爸爸陈文元也变了，他不再冷漠，反而小心翼翼。每次进门前都要先敲门，说话轻声细语。爸爸联系了国外最好的心脏康复专家，下周就到。爸爸给你买了套新房子，带花园的，等你出院就能住。你想要什么？告诉爸爸，什么都行。我转过头看着窗外，我想要我原来的心。我轻声说，病房瞬间死寂。爸爸脸上的笑容僵住，妈妈的眼泪又掉下来。对不起，对不起。他反复说着这两个字，苍白无力。姐姐也来过一次，她被妈妈推着轮椅停在病房门口，不敢进来。她看着我，眼神复杂。对不起，他小声说，然后迅速让妈妈推他离开。对不起，这三个字，这些天我听了太多遍，他们轻飘飘的，没有任何重量。我不懂为什么我醒了之后他们都爱我了。一天下午，妈妈端着一碗汤，小心地喂我。我别开头，喝一点吧，对身体好，她哀求。我看着她的眼睛，问了一个问题，妈妈，如果我没有健康的身体，你还会认我吗？妈妈的手一抖，汤碗差点打翻。我当然会，你不会。我平静地说，你只认这颗心，只认它对姐姐有用。妈妈爱你，妈妈真的爱你。她抓住我的手，眼泪大颗大颗砸下，给妈妈一个机会，让妈妈补偿你。我抽回手，怎么补偿？我问，把心挖出来还给我，还是把姐姐的心挖出来给我？妈妈愣住了，脸色惨白如纸。你看，你做不到。我轻轻笑了，所以别说补偿了，我们两清了，就这样吧。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下雪天，一个女人抱着婴儿站在福利院门口，她哭得很伤心，但还是把婴儿放在台阶上，转身离开。婴儿在襁褓里哭，雪花落在她脸上。那个女人回头看了一眼，就一眼，然后消失在风雪中。梦里的婴儿是我，梦里的女人是年轻的妈妈，不是年轻的养母。我醒来时，枕头湿了一片，妈妈趴在床边睡着了，手里还攥着那个褪色的兔子玩偶。月光透过窗户照在她脸上，我静静地看着她，忽然发现我的眼睛和她的眼睛长得一模一样。我开始拒绝治疗，护士送来药片，我别开头。妈妈急得团团转，她端着温水，像哄婴儿一样哄我。碎碎，张嘴，就吃一颗好不好？吃了药就不难受了。为什么？我终于开口。妈妈愣了一下，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现在要对我好？我盯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问。我已经把骨髓、肾脏、肝脏、心脏都给你们了，我什么都不剩了，一个空壳子，还有什么值得你们这样？碎碎，不是的，你不是空壳子，你是妈妈的女儿啊！妈妈的眼泪又掉下来，她想碰我的手，被我躲开。爸爸不知何时站在了门口，他这几天老了很多，鬓角的白发刺眼，背也微微佝偻了。碎碎，爸爸有话想对你说。我转过头不看他，有什么好说的呢？道歉、忏悔，那些话我听得太多了，轻飘飘的，没有任何重量。我和你妈妈，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我僵住了。15年前，我们穷，安安病重，需要钱救命，我们借遍了所有地方，卖光了所有东西，还是不够。那时候你刚出生，健康漂亮。他停顿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说不下去了。我们把你放在了福利院门口，妈妈已经哭得蜷缩在椅子上，肩膀剧烈的抖动。后来我们有了钱，安安的病却更重了，需要心脏移植。我们去福利院想找一个配型成功的孩子。爸爸继续说，声音越来越低，几乎听不见。然后我们就看到了你，5岁，瘦瘦小小的，躲在角落里。我们做了配型，完全匹配。我们觉得这是老天爷给的机会。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那是你。妈妈扑过来，又想抓我的手，我缩回被子里。如果知道妈妈死也不会伤害你，那会伤害谁呢？我看着他，问出那个盘旋在心底很久的问题。如果不是我，是另一个孩子，你们就会心安理得地挖他的心吗？妈妈僵住了，爸爸闭上了眼睛，满脸痛苦。我慢慢坐起来，靠在床头，看着眼前这对哭得肝肠寸断的男女，我的亲生父母。你们现在对我好，哭着说爱我，不是因为我是陈碎碎，而是因为我是你们不小心伤害了的亲生女儿。如果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被你们领养的孤儿，你们就会觉得你们给了我5年好日子，用我的命换安安的命，是公平交易，对不对？碎碎，别说了。爸爸的声音带着哀求。为什么不让我说？我看着他，眼泪终于后知后觉地涌上来，滚烫的灼烧着我的脸颊。爸爸，你告诉我，在你不知道我是你女儿的时候，你有没有哪怕一瞬间把我当成一个会疼会怕会哭的孩子，而不是一个装着有用器官的容器？爸爸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妈妈哭得几乎昏厥过去，她跪在床边，额头抵着床沿，一遍遍重复，妈妈错了，妈妈错了，妈妈不是人。我看着他们，这个我曾经拼了命想要靠近，想要得到的家，忽然觉得好累好困。妈妈，爸爸，
我轻声叫他们，他们同时抬起头。我知道你们是我亲生父母后，我顿了顿，感受着心脏传来的不属于我的剧痛，我更伤心了。他们愣住了。如果你们只是养父母，只是把我当工具，我还可以恨得干脆一点，告诉自己我不欠你们的，是你们欠我的。可现在你们是我的爸爸妈妈，我没办法恨得那么理直气壮了，可我也没办法爱你们了。每一次你们对我好，每一次你们说爱我，我都会想起来，这份爱是因为你们发现弄错了，差点杀了自己的亲生孩子，不是因为我本身值得被爱。我抬手擦了擦脸上的泪，却越擦越多。我宁愿你们从来都不是我爸爸妈妈，我宁愿你们只是两个冷酷的利用我的陌生人。我讨厌你们，我不想见到你们，出去吧。那晚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梦里阳光灿烂的不像话，没有医院消毒水的味道，没有冰冷的针头，也没有身上那些狰狞的疤痕。妈妈牵着我的手，爸爸把我扛在肩头，我们走在去游乐园的路上。我穿着漂亮的蓬蓬裙，手里拿着一个彩色的风车，风一吹就哗啦啦转。碎碎，慢点跑！妈妈在身后温柔地喊。爸爸再举高一点。我咯咯笑着，小手抓着爸爸的头发。姐姐安安也在，她健康活泼，脸颊红润润的，跑过来拉住我的手。碎碎，我们去做旋转木马，我把最好看的那匹小白马让给你，我们一起做旋转木马，一起舔着棉花糖，一起在喷泉边踩水花。傍晚时分，天空被晚霞染成橘粉色，爸爸妈妈一左一右牵着我和姐姐走在回家的路上。碎碎今天开心吗？妈妈低头问我，眼睛里盛满了星星。开心，我用力点头，踮起脚尖。妈妈，明年生日我们还一起来好不好？好呀，以后每年生日爸爸妈妈都带碎碎来。爸爸揉了揉我的头，胡茬蹭得我痒痒的，直往妈妈怀里躲。夜幕降临，广场上聚集了很多人，新年倒计时的声音响起，10、9、8。爸爸把我举过头顶，妈妈把姐姐抱在怀里，我们一家4口仰头看着夜空。3、2、1，新年快乐！巨大的烟花在头顶炸开，金色的光芒洒在我们每个人脸上。姐姐兴奋地拍手，我张大嘴巴惊叹，爸爸妈妈相视而笑，然后同时低下头，在我和姐姐的额头上各亲了一下。碎碎，安安，新年快乐！妈妈说，爸爸妈妈爱你们。那一刻，幸福满得快要溢出来，可是明明是如此美好的梦境，我的脸颊却一片冰凉。我伸手一摸，满手都是泪水。为什么在梦里我也会哭呢？我费力地睁开眼，视线模糊了好一会儿才逐渐清晰。我转过头，看见爸爸陈文远站在门口，他手里拿着一个白色的信封。碎碎，你妈妈留给你的信。我拿起那个信封，很轻，但捏在手里却觉得有千斤重。信封上什么字都没有，只是一片空白。他人呢？我抬头看向爸爸，你妈妈她昨天凌晨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走了。什么心脏病？爸爸的肩膀抖得更厉害了，他抬起手，用力抹了把脸，才转过身来。他移植了人工心脏，手术后的第3天就开始了。他一直忍着，没告诉我们。医生说他能坚持这么多天，已经是奇迹了。我怔怔地看着他，他的心脏为什么要移植心脏？爸爸抬头，沉默地望着我。我没有等他回答，我的手慢慢抬起，轻轻按在自己的胸口。现在我知道了，一滴眼泪砸在白色的信封上，晕开一小片湿痕，然后是第2滴，第3滴。我低下头，颤抖着手撕开了信封，信纸是医院便签的纸，上面是妈妈娟秀的字迹。碎碎，我亲爱的女儿，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妈大概已经不在了。对不起，这大概是妈妈这辈子对你说过最多也最没用的一句话。妈妈是个罪人，不配当你的妈妈。我生了你，却扔了你；我找回你，却毁了你。我用爱的名义绑架你，用付出的谎言欺骗你，却从未给过你一天真正的母爱。我知道你恨我，应该的。妈妈也恨自己，恨到每天夜里都睡不着，恨到恨不得把自己的心挖出来看看，她到底是什么做的，怎么能对自己的亲生女儿这么残忍？医生说我的人工心脏可能撑不了多久。也好，这条命本来就是该还给你的，只是妈妈还有最后一件事想为你做。碎碎，妈妈这辈子给你的东西都是肮脏的、虚假的拥抱，带着条件的爱，还有那些从你身上夺走的血淋淋的器官，但这颗心是干净的，它从来没有伤害过你，它生来就应该是你的。医生说很匹配，真好，仿佛他等了这么多年，就是在等你需要他的这一天。希望他能代替妈妈好好跳动，陪我的碎碎去看更远的风景，去经历妈妈没能给你的平安喜乐的人生。我爱你，我的女儿，但请你不要记住这份爱，它来得太迟，也太脏了。如果真有下辈子，求求老天爷不要再让你做我的孩子了，去一个普通却温暖的家庭，做一个被毫无保留爱着的孩子。永别了，我的碎碎，愿你来世永不遇我。信纸从我颤抖的手中滑落，飘到地上，胸腔里那颗心脏突然剧烈地抽搐起来，一股铺天盖地的酸楚席卷了我。那不是我的情绪，是他的，他的痛苦，他的悔恨，他绝望的爱，还有他最后放手时那撕裂般的疼痛，全都通过这颗心毫无保留地传递给我。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这几天我总会无缘无故地流泪，总会感到一阵阵莫名的心悸。原来
是她在哭。我想着妈妈，想起这个给我生命又夺走我一切的女人，这个我恨过、怨过，也偷偷爱过的女人，这个到最后把心挖给我的女人，我们之间到底谁欠谁，谁又还了谁，早就算不清了。胸口的跳动频稳而有力，咚咚咚，像在说活下去，带着我所有的爱与罪，活下去。新年已经过去了，又是一个新的开始。窗外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温柔地洒在我的脸上。我缓缓睁开眼，望着那片被晨光染金的天空，心中涌动的情感复杂而深刻。过去的伤痛与泪水，在这一刻似乎都化作了前行的力量。